大家好，九重阁遗址算是成功了，不过先看一下一旁的七里香。七里香很容易跟着雨水期成群一起陆续进入漫长的开花期啊。而近期换盆的九重阁虽然开始长出新叶，却被此处的邻居打破了原本规划，突然直接挖了一株树葡萄来，不知该如何拒绝，也不知该种在哪了。对方说：“你可以先放着，这野性很高，不用急啊。”心里想说：“那为何要挖得这么急啊？”最后也只能让九重阁让贤了，毕竟树葡萄的功能比较多啊。观察了一下原本特意留下的活动空间呢，地上表面若是有引粪出现的话，地质的方式就很容易种得轻松啊。这下方一开始是先设置堆草槽啊，打算将土壤陆续垫高后，再搭设棚架来种植葡萄啊。后来看到下方的中央区已经有不少高大作物了，避免影响视线，就朝花圃的方向做了。虽然树葡萄也是葡萄了，也许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啊。退一步想的话，改种树葡萄可以省事不少啊，就让树葡萄提供自然遮阳的效果，不然这棵树葡萄直接被舍弃也很无辜啊。这棵树葡萄已经种了3-4年，还没有结果过了，境遇跟当初的黄金百香果很像哦，只是树葡萄不知是否也会再次引发蝴蝶效应啊。这个位置平时只是走踏或是狗玩土躺睡的位置啊，挖起土壤后却让人非常意外，下方的土壤竟然是高密度的引粪土啊！回溯当初整地的记忆呢，几年前除草的方式是将杂草都深埋在地底啊，大量引粪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而这棵树葡萄的主干分为2支啊，种植的方位是采用南北各1支啊，比较细的在南边，粗的在北边啊。考量的因素则是树葡萄的根系并不深啊，台风来临时迎风面会比较小，这跟搭设棚架的方向雷同啊。南北向搭法可以让风阻降到最低啊。种一棵树葡萄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哈。首先，院子跟菜圃连接的视野会被分割啦。左边可调整的视野只能透过修剪，右侧则是得等木瓜树退役后才有更大的调整空间啦。反复观察微调位置的原因，是得考量到原本左边七里香的生长空间与修剪规划。当下的想法，左侧的视野虽然会被挡住啊，那就改成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做法，只是越过此处，眼睛要有为之一亮的感觉。下方的花圃得再做大调整啊，所以才将树葡萄种植的位置往右跟往上移啊，预留多一点的空间，可以在花圃上作业啊。既然要变动，就变动大一点，说不定还会是再次触发蝴蝶效应的机会啊！在种植前，凹洞可以挖深、挖宽一点啊，深一点可以用土壤调整深度啊，宽一点则方便让底根伸展啊。种植深度维持原本种植的深度啊，树葡萄算是蛮耐旱的。移植算是比较容易啊。
种植完毕之后，等顺利生长，才进行修剪成想要的树形。这盆九重葛等待右边整理后呢，会拉到右边去，算是还它公道。这样左侧的活动空间或是后续安排也会更有弹性。隔日出大太阳的情形下，树葡萄竟然没有出现黄叶的现象。从它的树干来看，根本就像是芭乐的树干，硬度极高，非常耐旱。只是不知道是否跟芭乐一样，也非常耐湿。最后下方先做一点调整，思考过后，后续就是大改造的时间了。谢谢收看。